在韦诺前7年，南湾国的第二王族引发第二次韦族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多年，直到韦诺前2年，杰夫扬引导大量兽人入侵绿岛，导致海德瑞克和他的人民们与向来不怎么交好的韦族人合作，最终逃离兽人的魔爪。他们永远地离开了故乡，甚至搭船远离了生长在这的绿岛。在海德瑞克和难民们搭着以他父亲命名的船只艾尔达瑞克号出发。作为协助向东航行者，除了在船上的杰西恩外，还有在海上游行的泰丰领主。在航行的过程中，杰西恩提起第二次韦族战争前，南湾国第一王族协同他以及泰丰领主和他的人鱼群，搭乘航向东方的新大陆，作为前往新大陆前的一个中继站，曾经在一座充满火山的群岛上建立起他的据点。而在探索的过程中，发觉那座火山岛屿已经逐渐沉入海洋之中。如今他认为那个据点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船上的水手们在海平面上看见一座小岛，并且看到岛屿上有一座废弃的简陋港口。于是他们的船只就在港口边登上了岛屿。他们登上岛屿后，发现岛上有许多龙族生活在这座火山岛上，并且这些龙族正准备对他们发动攻击。尽管王子只是想要在这座岛屿上为了准备船队的物资，并不想与他们起冲突，但是杰西恩不认为交涉可以起得到作用，因为他和王储来到这座火山岛时，就已经和这里的龙族爆发武力上的冲突，而这次也毫不例外的，龙族准备他的族群对王子以及难民们发动攻击。在战斗过程中，龙族用他们与生俱来的龙爪以及口中所吐出来的火焰来袭击海德瑞克他们。其中，大海蛇突如其来的冒出水面，这种生物天生就拥有着能将一切都咬碎的利牙，对王子发动突袭。尽管如此，借由泰丰领主和人鱼们在海中获得的海神三叉戟，用来对付海怪，以及在早上，海德瑞克指挥着毛兵们来回击龙族群众，使他们放弃战斗并躲藏起来。在战斗结束后，王子在船上准备物资，在准备完后准备离开这座岛屿。杰西恩觉得，当船队离开后，龙族又会在不久之后回首这座岛，而这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阻挡敌方追踪他们。这座火山岛正在逐渐地往下沉沦，龙族最终的迁移至其他居住所，就像他们现在一样。最后，他们上船离开这座火山岛。在向往东方的大陆航行的过程中，除了经历一系列异常糟糕的海上风暴，海德瑞克号的船底也出现破洞，开始进水了。船队有许多船只都失散了。泰丰领主便提出建议，停泊在距离最近的群岛的一座沙滩上，重新准备船只。而在这登陆的过程中也是极其艰难。再来是这座岛屿也不安全，因为群岛的土地面积极为狭小，加上这里又是纳迦的领地，他们会掠夺所有经过他们领地的族群所携带的物资外，尤其是可用的金属。所以王子必须先将这里的纳迦清除，才能安心的在这准备船只，继续前往新大陆。在这之中，以矮人迷路者布林开始厌倦这趟船上旅程。他会和王子合作的原因，是因为他渴望着战斗，尤其是与兽人之间的战争。但是自从和王子们一起行动后，他开始有些不喜欢王子逃亡时所选择的道路。因为王子所选择的路线几乎都是以避开兽人军队为主的路程，而在经过南湾国的地下水道时，也对于岛民们将这天然的河道洞穴排放大量污水而感到厌恶。原因是矮人们主要的生活环境是在洞穴中。尽管如此，他最后还是陪伴着海德瑞克同行，因为在这旅程中，
他也享受到不少的战斗过程。例如在古老森林意外遇到兽人军队时，他迫不及待地拿着手中的斧头往兽人的身上劈砍。在进入到地下墓穴时，他对于再次回到地下时感到喜悦，但是在墓穴中的巫妖让他感到不安。在击败巫妖领主轮万后，回到了地上后，到了清水港，再次和兽人交战，搭船到了堕落巫妖海峡，协助海德瑞克击败巫妖领主塔罗尔，顺便袭击驻扎在南湾下水道附近的兽人，来让海德瑞克顺利抵达南湾城镇，击败侵犯南湾国的兽人，直到离开绿岛。当看到群岛有一群纳迦时，便拿起手中的斧头，协助海德瑞克对付纳迦。在过程中，纳迦双手拿起刀刃，迅速地在海洋中穿梭，还叫出了蝙蝠群体，袭击了王子们的难民群。甚至连一群大海蛇也突然冒出，用它的巨牙利齿加入了这场乱战。相对的，对付纳迦以及这种海洋生物，人鱼则是不可或缺的。除了和纳迦在海上拥有着迅速的移动能力，加上之前在龙族群岛上拿到的三叉戟，能够对敌方放出闪电攻击，所以这场战斗很快就平定了。海德瑞克便在这准备物资，而一旁的杰西恩则说，下一次看见大陆时，就是抵达东方那块新大陆了。在离开群岛后向东航行时，已经不像之前的那样面临着风暴以及巨型海怪，海上的天气相对显得温和。在数周的航行后，他们听见海鸥的叫声，并且看见了大陆的魔府身影。在韦诺前1年的夏季，海德瑞克王子以及他带领的子民们正式登上了东方这片神秘的新大陆。在他们登上大陆的海岸时，所呈现的不像是在海外航行时那样是十分的温和及安详，但是在这片大陆上的原生种族们，对于他们这些外来人初次来到这，并不像海岸上的那样和平。他们是精灵以及矮人，而在这片大陆上生活的原生种族，在彼此不同种族间的交流也并非如此交好。矮人以及精灵此时正因为领地上的纠纷而闹得不可开交之时，他们突然看见海的另一边出现大量船只，是海德瑞克以及他领导的船舰。在王子初次登上这片土地之时，看见这片大陆上的精灵以及矮人们享受释出善意，来让他的人民能够安心地登上这片大陆生活。但是话还没说完，精灵以及矮人一看见王子们，便指挥旗下的人民攻向他们。在一旁看着的杰西恩只是一脸讥讽王子。为了面对这种状况，还每天练习那段讲稿，说是为了和平的外交，但同时也跟王子提议，建议先抵御他们的攻势，避免最后造成双方伤亡惨重，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更别提说要和他们这些原生种族在这片大陆上和平的生活着。除了杰西恩外，跟随王子的迷路者布林，除了看见自己同族的矮人而感到惊讶外，说他最初是在这里的弟弟，往东方的隧道探索，到了绿岛后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如今又往东方航行，又回到了这片大陆，怀疑是自己已经周游全世界1周。看到他们要对王子发动攻击时，则是表态要和他们奋战到最后。毕竟也已经和王子们相处一段时间，也有些感情存在。在当海德瑞克抵御他们的攻势，要杀死他们的其中一个士兵时，一名女士突然出现在战场上，插入了这场冲突中。看到矮人以及人类，还有船上的船只，便开始询问在场的精灵指挥官。精灵指挥官则是对那位女士诉说，因为矮人在他们的领地上伐木，所以才和矮人起了争执。但是他们看见海上有着许多烧木船，矮人和精灵则是一致认为他们被入侵，所以才将他们自身的争议搁置一边，来共同对付海德瑞克他们。
在听闻这件事之后，那位女士便向王子喊话，她会来制止这场冲突，只是因为王子的运气好，因为今天在不远处的森林中正在举办领主议会。另外则要求矮人回到布朗丘陵，并要求他的族人回到北方。尽管带领矮人的人嘴上有所不满，但仍然依照他的提议离去。在矮人离开之后，那位女士则是对海德瑞克提出邀请，要他以及一些顾问来共同参与这场领主议会。作为交换，则是让他的子民们能够在这安全的下船。在海德瑞克的人民上岸后，人鱼领袖泰风领主则是因为护送船只的任务完成，而他也获得钢铁器具的物资，所以和王子分别，要回到他自己的族人身边，但同时也留下几名人鱼勇士来协助王子日后在海上的敌人。王子也对泰风领主献上祝福。王子他离去后，便参与了森林附近的领主议会。在王子和杰西恩、迷路者布林、艾德蒙牧师以及鲁德里爵士陪同下，来到了议会中心。而这里的议会中心正是在丛林茂密的地方，名叫卡莲的一座圣堂里，精灵领主们所开的议会。在这议会中，除了有一开始邀请王子们参与这场会议的名叫迪欧琳女士，还有罗加米尔、阿利亚德以及艾里索米瑟这4位精灵领主。在议会一开始时，罗加米尔便询问迪欧琳是什么原因将人类带到他们的精灵议会中。迪欧琳则回应，海德瑞克他们和之前的南湾王子是同一个种族，要作为难民的他们来为精灵做些事。而听到这，阿利亚德则质疑在人类短命种族中能得到什么帮助。迪欧琳则是诉说，因为矮人的势力范围已经到了布朗丘陵，对精灵来说已经形成了麻烦，而他也尊敬曾经来到这的南湾王子，并且在海德瑞克他们身上看见和他一样的气质。听闻这些话后，艾里索米瑟质问王子们为何作为难民来到这。海德瑞克则回复他们为了和平而来，因为战争的缘故而被迫乘船离开家乡。他们在西北方的岛屿已经被敌方占领，现在是来寻找新的家园定居下来。听到这种回复，艾里索米瑟便非常的不悦，认为他们就是来窃取精灵的土地。在听到这种话后，王子只表示他们只想在这和平的生活着，但是诉说矮人生活在丘陵以及山林，精灵则是生活在丛林中，而他们只想在这之中寻求生活的空间。在听到这些话后，最终迪欧琳向议会提议，授予他们大河北边及南边的平原地区的领地，给予他们在这生活的空间。阿里亚德则是要求海德瑞克他们要先完成在场所有议会领主所提出的测试，才能让这个协议生效。若是成功的话，王子们能够获得在这片大陆上的领地，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新的家园。若是失败的话，则是会被他们强制驱离。首先，罗加米尔要求王子们去解决绿藻上的巨龙以及他的蜥蜴罗罗。迪欧琳要求处理掉在海上有着金属交易的纳加以及蜥蜴人。阿里亚的要求清理在布朗丘陵中的巨魔洞，清除里面的巨魔。艾里索米瑟则是诉说，在很久以前，一个精灵氏族在泪之岛受到黑暗诅咒，使得他们的灵魂至今仍然困在那，所以没有任何精灵想去那里，所以要求王子们净化泪之岛，使他们的灵魂得以安息。海德瑞克最先接受的是罗加米尔领主的要求，去清理绿藻上的巨龙这项委托。在经历数天的路程后，他们抵达了绿藻地带。面对宽阔的沼泽地区，那上头有一座山丘。王子除了推测巨龙就在那座山丘里，同时也给了自己巨龙克星海德瑞克这个称号。在讨伐巨龙的路上，附近的蜥蜴人在沼泽处迅速移动，拿起长矛对付王子们。一些会使用魔法的蜥蜴术师
也用诅咒巫术发动攻击。敌我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杰西恩开始跟王子报备，那1/3的船队已经返回他们的绿岛家园。在当时刚登上新大陆时，太风领主正要离去，海德瑞克就暗中嘱咐杰西恩，让1/3的船队返回绿岛，要他们找寻更多的幸存者来到新大陆，直到绿岛上没有任何的幸存者为止。这也是为了完成在南湾国时和爱德卓兰九世分别所要做的约定。另外，也要求传话给太风领主，除了在往返绿岛的船上船员必要的物资外，剩余的补给品都分配给他们，作为领导王子们到达新大陆的谢礼。同时还再次强调，返回绿岛的船队不能超过1/3，防止兽人在这途中夺下一支现成的船队，还催促他们赶快行动，然后回到这，因为不想让船队在途中遇到兽人。现在收到杰西恩的消息后，海德瑞克并没有太大的反应，仅表示什么时候才分享这个消息，因为现在在战场上对付蜥蜴人，加上途中又增加巨型尼顿魔，在杀死他们后又会分成小型的尼顿魔，他们会用口中吐出的泥巴炮弹攻击王子他们。于是法师举起手中的魔杖，和海德瑞克拿着手中的火红宝石，喷发出的火焰彻底地消灭了尼顿魔。在靠近山丘时，巨龙斯克卡汉的现身，开始从口中分发烈焰，袭击了海德瑞克。同时，他旗下的蜥蜴人也群体围攻王子军队，最终由士兵拿起了长矛以及法师的秘术魔法，将巨龙斯克卡汉彻底解决。而他旗下的蜥蜴人也被清理得差不多了，并回到卡莲向精灵领主们报备。得知消息的罗加米尔领主对于他们这些来自西北方的人类击败巨龙让他感到敬佩。而后海德瑞克继续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清理海上的纳迦以及蜥蜴人。又过了几天的行程，他们抵达一片艳阳高照的海滩。虽然风景优美，但是王子没有多余的时间去观赏，因为他们来到这的目的就是来清理海上交易金属的纳迦和蜥蜴人。而在海滩上的蜥蜴人则是死守他们的阵地，直到他们的盟友纳迦前来助阵。除了蜥蜴人以及纳迦外，尼顿魔也出现，挡住王子们的去路。但是对于这些物种，海德瑞克在之前的战役中已经有了轻易对付他们的方法和经验，所以他很快的就定制出对战方案，并且迅速的解决掉纳迦以及蜥蜴人群。瓦解掉他们的金属贸易后，海德瑞克便回到卡莲，得知完成这项任务的迪欧琳女士对于海滩再次解放也开始信任海德瑞克，而王子也开始他的第3项任务，就是清理在布朗丘陵中巨魔洞里面的巨魔。在前往布朗丘陵的巨魔洞时，海德瑞克对于巨魔这个生物并不了解，因为在绿岛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巨魔的生物。直到在布朗丘陵中，一个精灵向导把他们带到一个洞口，往黑暗的隧道前去。刚来到这洞穴的深暗幽处，海德瑞克就稍微明白精灵们为何要他们处理这麻烦的任务了。因为洞穴里的环境极其恶劣，对人类和精灵而言是一样的，但是要在这里讨伐巨魔，海德瑞克便问身边的同伙，知道关于巨魔的相关资讯。而迷路者布林确实是明白这个生物，但是对于他的描述却是以丑陋以及恶劣来形容，同时还提醒王子，这种生物的生命恢复速度迅速，要多加小心。杰西恩则是对于巨魔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解，仅需要的是如何解决这种生物。另一方面觉得精灵对他们并不那么的友好，如果真的那么友好的话，就不会将他们派遣到这种洞穴来处理他们的差事。在了解这件事后，海德瑞克便开始行动，
他们分散四方，探索巨魔洞穴。但是在探索没多久时，巨魔群们从巨魔幼崽到成年巨魔们群体而出，他们借由在场地上的优势，迅速将海德瑞克他们包围起来。巨魔幼崽们赤手空拳地攻击王子的军队，成年巨魔拿起巨大的木棍砸向他们。见到这种情景，王子便开始怀念起待在海滩上的场景了，因为现在洞穴里的环境实在太糟糕了。尽管如此，海德瑞克利用他手中的火红宝石发射出的火焰，加上一些法师群所施展的一些法术来攻击巨魔。在这之中，艾德蒙牧师用圣光击退来袭的巨魔群，迷路者布林则是拿起手中的双斧，拼了命地砍向巨魔。在洞穴里一阵恶战过后，终于清空巨魔洞窟，而在这之中还获释少许的金币。因为巨魔实在难以应付，王子在结束后才稍微明白为何精灵会逼迫他们来做这肮脏的工作。在完成巨魔任务后，回到了卡莲，要来接下精灵最后的任务——净化泪之岛。在经历一段海上旅程，海德瑞克他们抵达被诅咒的泪之岛，这里浓雾弥漫在空气中。迷路者布林在刚刚登上岛上后，由于不习惯待在船上，所以一直在抱怨船上旅程。海德瑞克则是要大家提高警觉，因为这座岛上有许多的亡灵。解析恩则是要提醒这里的亡者，并不像他们族人驱使的亡灵，是古代精灵的亡灵。还收到信使从绿岛上传来的好消息，内容是他们的船队在无损失的状态返回绿岛。而且南王国还在坚守着，接下来就是将绿岛上剩余的人送到新大陆。在王子接收到好消息时，明白之后这片大陆上的人数会增加，但是现在要先处理当前的工作。在探索泪之岛没多久时，杰西恩就感受到比在巨魔洞时环境更恶劣的感受，因为这里孤岛无人，加上浓云密布的，时不时传出非人的声音。过没多久，那些在泪之岛上的古代精灵的亡灵以及骨骸群显示出真面目，开始对王子们发动攻击。面对亡灵的来犯，王子拿起手中的火红宝石，对他们使出火球来回击外。艾德蒙牧师使用圣光法术净化了亡灵之徒。鲁德里爵士在途中捡到一瓶圣水，将圣水洒在他手中的刺枪，使得他的长矛攻击就如同魔法圣光似的，对亡灵造成莫大的伤害。在一番恶斗后，王子们在这发现几间神殿，并逐一的去勘察一番。但是在搜查到某间神殿时，出现了一位身形及外貌华丽的女子。那女子一看见王子们，便用妩媚的口语迷惑他们，使得在场的人都被她给吸引，就连海德瑞克也毫不例外。杰西恩看到这场面，便当场警告王子，因为在这座充满怨灵的孤岛，是不可能出现这位普通的女生。经过这番提醒，王子才醒了过来，便对这位女士发动了攻击。而那位女士也不再隐瞒了，她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午夜女王的一个吸血贵妇，是靠着吸食活物的鲜血来维持自己年轻外貌的亡灵，同时也是统领这座岛上王者的怪物。她依靠血之吻和诅咒来攻击王子他们，但是却无法抵挡圣光秘法和火焰的攻击，很快的就被消灭了。而这里的怨灵也就此消散而去。在完成最后一项任务后，他们回到了卡莲，获得在场所有精灵领主的尊敬，并且允许留下来。海德瑞克被赐予大河北边平原以及大河南边的平原和丘陵，并且在有求于他们之时，也要记得他们的慷慨。海德瑞克对于分封的领地，虽然感受到精灵领主们将他们置于矮人冲突区块中，但是最终还是和他们签订了互助协议。在这会谈之中，一个人突如其来也来到议会礼堂。王子认得他是清水港的伊希尔指挥官，
他也回复王子自己那时的情况。当时正指挥着清水港最后的幸存者和兽人作战，在灯塔下做最后的抵抗时，一艘王子派遣回来的船只刚好到来。他的一个部下为了保全长官的性命，重击了他的头部，并把他推倒船上。等到他之后醒来时，船已经在海上航行了。他还带着另一个消息，有一些老朋友也出来露面了，要王子去迎接他们。解析恩则是要他们去迎接那所谓的老朋友，而他则是继续待在卡莲附近的丛林中。至于他所谓的老朋友，就是那群兽人们。他们从绿岛乘船来到了新大陆，也开始准备入侵这片新大陆。除此之外，亡灵君王和他的巫妖领主杰夫羊也相继来到了新大陆。早在先前王子来到新大陆的过程中，杰夫羊早就派他的不死飞行仆从一路从火山群岛到新大陆暗中监视王子他们。杰西恩也很早就察觉到了，便一直在提防着。现在海德瑞克他们仍是要在这片新大陆上建立起新的家园，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国度。而兽人以及亡灵的入侵，不光是影响到王子他们的建国，也让他和精灵领主签订的契约，在之后产生了巨大变数，更是影响这片新大陆上所有种族在之后历史上的发展。